如果这一仗注定会输，诸葛亮凭什么敢算清天下？很多人看三国看的是热血、忠义与巧计，但在我的审计视角下，公元223年的蜀汉并不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初创公司，而是一个主板烧毁、内存溢出、各系统全面报错的报废服务器。我们先来复盘一下当时的坏账。关羽兵败麦城，荆州这一核心带宽被永久切断。随后刘备夷陵梦碎，蜀汉精锐像被清空的缓存一样瞬间蒸发。大汉最后的正统被物理隔离在四川盆地的崇山峻岭之中，面临着被系统自动清理的命运。诸葛亮接手这个烂摊子时，手里握着的是一份足以让任何架构师绝望的资产负债表。我们要审计的第一项核心数据就是算力储备人口。当时的魏国拥有440万人口，而蜀国仅有90万。去掉无法服兵役的老弱妇孺，蜀汉能调动的战斗县城微乎其微。这种1:5的资源差距，在冷兵器时代的逻辑里意味着死局。更致命的是数据传输的带宽瓶颈，间隔峥嵘而崔嵬。这一夫当关的险峻，在防御时是屏障，但在进攻时就是锁死后勤补给的窄带延迟。每一粒运到前线的粮食都要在山路上损耗掉3/4。在曹魏的系统架构师司马懿看来，蜀汉这个程序已经陷入了逻辑死锁。只要魏国选择最稳健的防御策略，通过物理断网拒绝对战，蜀汉就会因为内部资源耗尽、算力枯竭而自我崩溃。但诸葛亮不接受这个预设结局，他深知如果只是偏安一隅，蜀汉的内存迟早会被曹魏的庞大体量慢慢挤碎。他必须在系统彻底熔断之前，强行编写一段足以逆天改命的反杀代码。这就是北伐，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极限扩容。于是，在岐山之巅，一场长达12年、震惊整个东亚大陆的极限生存审计正式拉开帷幕。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远征，而是一个孤独的架构师试图用凡人的逻辑去对抗天定胜率的终极实验。诸葛亮开启北伐的第一步，并不是急于招兵买马，而是进行的底层架构重构。他清醒地意识到，靠传统的人海战术或名将单挑，蜀汉在魏国面前毫无胜算。他必须实现单兵算力的代差级提升。他把目光瞄向了工业化与标准化。既然士兵的个体差异无法消除，那就把战争流程化、工具化，让每一个平凡的士兵都能在系统的加持下发挥出超出物理极限的战斗力。木牛流马，这在史书里被传神了，但在审计视角下，这其实是针对山地物流损耗设计的硬件加速包。它解决了后勤补给在传输过程中的丢包率，让原本只能维持1个月的战线强行拉长到了3个月。这是对带宽瓶颈的精准扩容。诸葛连弩，这是冷兵器时代的多线程射击逻辑。诸葛亮通过复杂的机械设计，让蜀军在单位时间内释放出的火力数据量是魏军的数倍。在山地狭路相逢时，这种高频高密度的打击就是一种代码层面的数值碾压。甚至在经济领域，诸葛亮也开启了极致的外汇审计。他利用蜀锦这一核心垄断资产，对魏国进行贸易渗透。魏国的贵族在享受丝绸带来的奢侈时，却没意识到他们的钱正在被诸葛亮转化成北伐战场上的箭卒和战马。这是用对手的钱来补全自己系统缺失的机动性链条。在诸葛亮的审计日志里，战争不再是充满偶然的艺术，而是一门可以精确量化的科学。每一个步兵营的位移速度，每一颗箭卒的锻造误差，都在他的主控程序中被校准到了毫米级。当这支经过性能优化的蜀汉军团走出岐山时，魏军惊讶地发现，这不再是那支在夷陵惨败的残兵，他们变成了一台精密运转、冷酷无情、几乎没有任何冗余错误的战争机器。
当这台机器撞向曹魏的防线时，司马懿这位顶级的防守专家惊恐地发现，他竟然看不懂对方的底层逻辑了。他引以为傲的骑兵冲击，在蜀军面前就像撞上了一堵会自我修复的防火墙。让我们审计一下传说中的八阵图。在很多文学作品里，八阵图是靠迷雾和时阵的玄学，但在现代审计视角下，这其实是分布式计算与动态负载均衡的完美结合。所谓的阵法变换，本质上是诸葛亮通过极高频的指令传递，让万人方阵能像一个人一样做出及时响应。阵法随时根据地形和敌军冲锋的力度进行动态扩容，让魏军的每一次打击都落入空处，而蜀军的每一次反击都精准指向对方系统的 bug。你以为你在和1万人作战，实际上你在和一个由1万人组成的、拥有统一逻辑内核的超级智能终端对弈。这种组织力和执行力，对于还停留在靠旗帜和喊话指挥层次的曹魏将领来说，就是降维打击。诸葛亮通过筋骨、奇语和严苛的算法训练，将战场的指挥延迟降到了那个时代的物理极限。他在5丈原的指挥台，就像是一个拥有全局视角的中央处理器，指挥着前线每一个分布式节点。这就是逻辑层面的绝对压制。当魏军还在研究如何突破前排时，诸葛亮的算法已经算出了魏军后方的补给漏洞。在第4次北伐中，这种逻辑压制达到了巅峰，强如司马懿也被诸葛亮带进了提前写好的逻辑陷阱中。所以，司马懿在后期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但也最符合理性的决定：拒绝所有交互，彻底闭关。因为他明白，在逻辑层面，他根本无法战胜诸葛亮这个变态级别的算力之神。然而，5丈原的秋风中并没有写着胜利的剧本。在审计视角的终点，诸葛亮的算法遇到了那个注定无法解开的死循环：生命值与运行时间。蜀汉系统的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了诸葛亮这颗单核处理器上。为了弥补系统硬件的先天不足，诸葛亮不得不长时间处于超频运行状态，罚20以上皆亲揽。这不是勤奋，这是对系统脆弱性的极度不信任。他必须亲自去修复每一个可能导致系统崩溃的 bug。曹魏系统的容错率太高了，他们像是一个内存 128G 的巨型服务器，失误100次依然能重装系统。而蜀汉这个运行在1G 内存上的极限脚本，只要断一次电，就是永久的物理抹除。审计诸葛亮的最后岁月是一种冷酷的悲剧感。他在5丈原与司马懿对垒，表面上是两军对垒，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程序员在试图用自己快要燃尽的生命去对抗一个体量无限大、防御无限厚的死局。司马懿看着蜀军的营垒感叹：天下奇才。这其实是一个同行在对一段即将在风中消散的近乎完美的算法逻辑表达最后的敬意。他知道，只要诸葛亮这颗处理器停摆，整个蜀汉系统的逻辑内核就会瞬间瓦解。234年秋，5丈原，诸葛亮在一次次的推演和补丁中耗尽了最后的能量。系统的告警声在历史的长河中回荡，那段逆天改命的反杀代码最终因为硬件老化强行退出了运行。诸葛亮陨落的那一刻，蜀汉的扩容计划戛然而止。这个曾经让整个北方战力让司马懿不敢正视的逻辑帝国，重新退回到了他那狭窄闭塞的物理边界。诸葛亮北伐失败了吗？如果我们只看地图上的边界线，是的，他没能收复长安，没能重回洛阳。但在长达1000年的历史审计中，这种看法太肤浅。在逻辑层面，诸葛亮获得了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他用一套极度精密的管理算法，强行把一个本该在10年前就崩溃的政权向后延长了30年的寿命。他让弱小的蜀汉在面对庞然大物曹魏时，保持了整整12年的战略主动权。他证明了，即使在资源彻底归零的绝境下，人的智慧、逻辑与秩序依然能构建出让强敌战栗的威慑。他把一种鞠躬尽瘁的儒家精神，成功转化成了兵法层面冷酷而精准的算法力量。诸葛亮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在乱世的混沌中，试图用绝对理性去清算混乱，用极致秩序去抵御毁灭的系统架构师。他的一生就是一段为了理想而进行的最纯粹的逻辑远征。我们审计历史，从来不是为了重复成败的叹息，而是为了看清那些在死局和绝境中依然闪烁着的属于人类智慧的逻辑光辉。这种光辉比任何王朝的更替都要永恒。我是林良和，专注战争史的深层审计。感谢你陪我走完诸葛亮的这段极限扩容之路。如果本期视频让你对这位千古名相有了全新的认知，请务必一键3连，并在评论区打出你心中最硬核的武侯逻辑。你的支持是我持续审计历史底层代码的唯一动力。下期我们将审计另一场改变中国国运的被忽略的逻辑反杀。我们下期见。